风靡全世界的提拉米苏是很多西式餐厅的菜单上面的必备甜点，而提拉米苏的由来也因此流传了各式各样的说法，甚至有人说它能够传遍全球，很可能是跟缺乏专利的保障有关。究竟提拉米苏的身世是什么？还有甜点其实也可以申请专利吗？今天就让我们透过提拉米苏的故事来聊聊食品的专利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提拉米苏的成分其实很简单只需要手指饼干、咖啡、马斯卡彭 cheese 还有这个可可粉就可以完成。也因为简单好做又好吃，提拉米苏传遍全世界的同时，也一直有不少人好奇这款甜点的起源到底是什么。不过去年的10月31日，包含像是卫报、BBC 等国际媒体都刊登了一个讣文，悼念提拉米苏之父坎贝尔，甚至连意大利的威尼斯托地区的区长呢也出来哀悼坎贝尔的过世，这让很多人很疑惑，原来提拉米苏其实是静态的产物吗？甚至也有人说，当初很可能就是因为没有申请专利的保护，所以提拉米苏才能够轻易的被模仿而传遍全世界。那今天我们除了会来聊聊提拉米苏的身世也会来聊聊烹饪界是怎么样保护自己的料理创作。那在开始之前，按照惯例还是要先进入工商服务时间。电子产品越来越多，电子垃圾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在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时，我们有办法兼顾环保吗 ？Acer 最近推出的 Aspire Vero 呢，正是想要解决这样子的问题。Aspire Vero 是宏基第一次以环保永续为设计理念而推出的笔电，它的机身采用了 30% 的再生塑胶，键帽呢更使用了 50%。根据估算相较于一般的笔电 ，Aspire Vero 呢在制造的过程当中减少了约21% 的碳排放量。而再来，为了要减少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可能带来的污染，它的机身也没有涂漆。而另外，它的智慧电池管理程式 VeroSense 也可以帮助使用者掌控能源的效率，达成减能的目标。外包装则是使用了 100% 可回收材质，并荣获了2021年红点设计最佳包装甲的肯定。但最重要的是，这台环保电脑不止环保，在耐用度还有效能上面也一点都马虎。它不仅通过了跟一般电脑相同的耐用度测试，也采用第11代 Intel Core 处理器，提供了突破极限的效能。你准备好来认识这台又环保又实用的 Acer Aspire Vero 了吗？赶快点击资讯栏链接，了解更多的资讯吧。在去年的报道刊登以前呢，关于提拉米苏的起源有很多种讲法。有人说这款甜点呢是以前某位意大利士兵要出征时，他太太用尽家里所有仅存的材料给他做带上路的甜点。而提拉米苏在意大利文中呢也有带我走的意思，传达了太太舍不得分开的心情。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提拉米苏其实最早呢是流传在中世纪的妓院里面，他们把提拉米苏当作是催情圣品，吃了甜甜的提拉米苏呢才有力气做色色的事。而在去年的报道出来之后，大家才认识到，原来提拉米苏是坎贝尔这位住在意大利东北部的餐厅老板发扬光大的。1960年代的时候，他的太太阿尔巴刚生完小孩，但当时太太还是要工作，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因此容易精神不济。那个时候呢，就常常吃一种当地特有的甜点，饼干沾浓缩咖啡和奶油来帮助提神。而坎贝尔经营的餐厅内呢，一个叫做古安托诺的厨师，有一次在做冰淇淋时，不小心把原本应该要加的鲜奶油加成了马斯卡彭 cheese， 没有想到误打误撞发现，这样的组合很香很好吃。而后来太太阿尔巴把新发现的组合跟手指饼干、咖啡融合，变成了提拉米苏。先生坎贝尔一时惊人，就把它当作甜点在餐厅当中提供。而直到1981年，当地美食杂志报道了这个甜点之后，大受欢迎从此声名大噪，不仅传遍了意大利大街小巷，连世界各国都可以吃到这个好吃的甜点。很多人说，就是因为坎贝尔他们从来没有想要申请专利，提拉米苏才会这样子传播开来。如果当初有申请提拉米苏的专利的话，他们或许就可以保障自己的权益，让提拉米苏成为他们家的特色餐点。说到这里我猜很多人可能会跟我们很像，第一次听到原来一道料理跟餐点也可以申请专利吗？那这个专利可以保障哪些东西呢？近几年来，智慧财产权越来越受到重视在餐饮业界，关于一份食品或是料理究竟有没有专利权，也开始有许多讨论和争议出现。专利权其实是智慧财产权的一种，按照法律的规定，要具有智慧财产权，必须要是属于人类精神活动的成果，而且必须要能够产生财产上面的价值。白话来说就是只要可以换成钱的智慧或者创作都可以算是。所以某种程度上面来说呢，其实食品或是料理也是符合这个
条件的。然而，这个智慧要获得专利权的保障，你的创作呢还必须要够创新、够进步，跟前人有明显的差异才可以。而再来就是拥有者必须要向政府提出申请，并且经过审查才能够算数。那么目前食品和料理可以申请哪些专利权呢？目前有3种专利权分别是发明专利、新型专利还有设计专利。第一种发明专利，它保障的是人们用来解决问题的技术。以料理来说，食品的料理还有保存方式，就是需要透过食品科学的专业来解决，因此这部分属于发明专利。而第二种新型专利，它保障的是形状、构造、组合的创新。例如食品在开发的时候，发明人考量各种食材该怎么搭配、该怎么组合，就是属于新型专利。而第3种设计专利，它保障的是料理独一无二的外形，像是有的食品会在外观包装上面别出心裁，设计出很特别的样子，吸引消费者购买。这边呢就是设计专利。那透过申请专利，发明者可以借此保障自己的权利，但同时也引发了很多人担心。像是几年前台湾有一个很红的彩虹生乳酪蛋糕，就申请了专利，就让大家很担心说，哇，这个很炫的蛋糕被申请专利了，那以后是不是就不能够做类似的蛋糕了呢？这个彩虹乳酪蛋糕呢，是中立一家甜点店创造的2017年，他们宣布已经申请到了彩虹乳酪蛋糕的专利。店家表示会申请专利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的彩虹生乳酪很漂亮，很有特色。没有想到爆红之后，很多人抄袭，只好诉诸法律解决问题。而没有想到宣布之后呢，烘焙爱好者们大崩溃，担心以后都不能够做色彩缤纷的蛋糕，纷纷向品牌抗议，要求他们不可以独占彩虹蛋糕，导致店家也一度压力很大。不过后来有很多懂专利的人写文章跟分享他们的看法之后，发现这可能是一场误会，因为实际上会不会侵犯到他们的专利权，判定的标准还蛮复杂的。但如果只是非出于商业目的之未公开行为，就不用太担心侵权。也就是说，如果只是在家自己做一模一样蛋糕，自己在家吃，没有盈利也没有公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是大量制造一模一样的蛋糕，在慈善活动发送，那就不行，因为不只是不能够出自于商业目的，也不能是公开活动。不过呢，专利权的保障其实还是有一些限制存在。其实对料理人来说，要用专利权来保护自己的创作还是相对困难的。这是因为有很多的料理被认为是代代相传，而且深受当地文化的影响。所以像是前面说的，必须要有创新跟独特性的料理，不然很难申请专利权。此外，专利权还有其他许多限制，例如像是专利权的保护有年限，目前台湾的规定是10年到20年不等，或者是像是专利权的保护是有国家边境限制的，在台湾有专利，在其他国家不会自动拥有专利，要另外申请才行。举个经典的菜色东坡肉来当例子说明好了，如果哪天有家餐厅煮的东坡肉，也不会侵犯到苏东坡的权利，因为当初苏东坡的年代没有专利的概念，当然也没有申请专利。而就算有申请以目前多数国家的法规来说，都已经过了保护的年限了，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那话说回来对一个厨师或是甜点师这样子的料理人来说，如果要保护自己的创作的话，有些人还会想到智慧财产权的另外2种权利，商标权和著作权来保护自己。但这2种方法有效吗？所谓的商标权的保障呢，是指保护具有识别性的商标。比方说，如果一家咖啡店故意抄袭这个星巴克的美人鱼头像，并且叫自己星巴克，那这可能呢就有混淆视听的嫌疑。但这并不能够防止别人也去制作一道你创作的料理。而另外，有些人会用出版食谱的方式，运用著作权法来保障自己。但是著作权法其实只保护这个食谱本身的表达方式，例如像是食谱怎么写怎么拍、怎么编排等等，并没有包含烹饪的方法等等这种思想程序或者操作方法的内容。所以这又回到了上面的问题，除非申请专利，不然很难去保障烹调的方式。当然也因为这样子烹饪界呢不容易杜绝抄袭的争议。10几年前呢，分子料理还是一种很少见、很新奇的东西。当时呢，就曾经发生过疑似抄袭的争议。分子料理指的是利用一些可以吃的化学物质来改变食材的分子结构，也就是从分子的角度来改造食材，颠覆我们对于食材的想象。例如呢，厨师就可以把芒果泥做成黄色的鱼子酱，让你以为在吃鱼子酱，结果嘴里却充满了新鲜芒果的味道。那这个概念在21世纪的时候还不普遍。当时有一个澳洲墨尔本厨师罗宾威肯斯就在餐厅里面推出了这
这种很炫的分子料理，受到了澳洲的美食家还有这个网络评论追捧。没有想到后来有人发现他的料理跟美国名厨格兰特·阿卡兹的料理一模一样。后来网友进一步发现，澳洲的威肯斯呢以前曾经在阿卡兹那边实习过，因此许多人挞伐他摆明就是抄袭，瞬间变成过街老树。而针对这个争议呢，有人认为说厨艺本来就是互相影响的，你传给我，我传给你，很难说谁才是原创。而此外，也有人说，对于厨师来讲，料理好到会被抄反而是一种荣誉。但反对者批评，立基于过气的料理没有问题但还是要有所创新，不然就是抄袭了。而且他们进一步认为，即使法律很难去保障料理这种想法类型的创作，厨师社群也应该要坚守不抄袭的风气，才能够对厨师们有所保障。而最后呢，这个事件就在威肯斯向阿卡斯的道歉当中落幕了。从最开始的提拉米苏的故事研究下来其实我们身为创作者可以理解，很多人会很在意自己的创作有没有被好好的保护。不过从前面一路这样子研究下来，我们也发现似乎有点难透过法律来保障料理的原创者。但或许也是有一部分呢，是因为这样子，所以餐饮界反而发展成了一个创新频繁的地方，因为大家彼此参考，试着做的比对方更好更突出，才能够持续的迸发出更多的创意。而从这个角度来说，要是提拉米苏的发明者坎贝尔夫妇还有厨师当初真的有申请专利的话，提拉米苏这种甜点能不能够传遍全世界，好像就会变得有点难说了。所以今天的影片的最后呢，想要来问大家的是，你觉得坎贝尔当时应该要申请提拉米苏的专利吗？ A 应该这样他们才能赚更多钱呢？B 应该就是为了保障他们的权益不受到损害。C 不应该申请专利的话，我们现在可能就吃不到好吃又平价的提拉米苏了。第其他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料理也能够申请专利。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很多奢侈食物其实以前是给穷人吃的，以及其他领域抄袭争议的相关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